是不是说过，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，对你们来说都有用？对。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。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？他送给了我一盒，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。这个算情报吗？算，当然算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吃喝拉撒睡，都算情报。那能给我钱吗？啊，当然能，肯定给。于队长，你给这么多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没什么，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，我还能给你更多。太太烤的棋子饼，你尝尝，特别好吃。啊，谢谢啊。其实我还来，哥，你哪儿来的？司长夫人给我的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好吃。海的那边是漳州吧？应该是吧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？之前走得太匆忙了，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，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。哥也可以给你做，其实。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。那我写写信，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。可以写信。不可以。这样子，等哪天天晴了，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，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，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。吹牛。你就放心了，次长说了，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。次长说快了，就一定是快了。啊？喏，过年了，去买件新衣服。哥，你这是哪儿来的？赚了2万块。谢谢哥，那我先存着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我还是不去了。不都说好了吗？怎么又不去了？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？我不加班，今天就陪你啊。阿菊，你就去吧。你看昌城多诚心诚意的呀，你都答应了，为什么不去？我告诉你啊，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昌城走。去吧去吧，放心啊，小宝交给我，好好玩今天晚上。谢谢妈。喂，郑老板，东西已经拿到了，明天早上10点我给你送过来。好，再见。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，需补充最新数据，请记录1248-2482-1394-4250-5250。行。知。同在异乡，为异客；相逢轻盖，便相知。这应该是街头暗号吧？还有吗？有华，华，南，南，菊，陈，宝，苍，苍，
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，意外之喜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太意外了，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！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。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。这问题不大，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，尽快完成接头。处长，谷组长放的线，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，真没事儿。有了情报也不分享，吃独食。他谷正文无意，就不要怪我无情了。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处长，咱们还是小心为好。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。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，咱们可是行动处，他能把咱们怎么着？要不是毛局长，他还得听我指挥。这次抓捕基隆的共谍，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。好，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。组长，有话就说啊。组长，我错了。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？如果我不说，他就要把我调回去。组长，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啊！我不能回去。于小南，赶紧3声说。是。愣着干啥？跟着去，跟着去呀！免得叶祥之他们打草惊蛇。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，太无耻了吧！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，他想抢占先机，凭什么？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，你就记着，抓捕林义良的时候，除了翁连旺，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。那一网打尽多好。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。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，一定要放一段，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。先生，哎，需要点什么？干木耳有没有啊？干木耳。哎呀，抱歉。干木耳好像卖完了，卖完了。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？我太太以前来买过。哦，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？没有就算了。抱歉，没事，慢走啊。进来。怎么了？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。怎么了？有情况，赶紧离开这儿，快！啊，那这些货怎么办？从后门分头行动。走。
把人引开。不行，一起走。你们没武器，进入地形我手放心。快进去，快，进去，进去。有时间没有队，你们俩跟着我。是。放下。好了，队员。 走，跟我走，就在里面。追！走！没有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 别开枪！抓活的！是。这个。别动！停着！快下来！别动！赵文，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。 这样，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，奖金我1分不会少给他。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！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义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，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。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，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。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，不管怎么样，共谍是抓住了，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，大气一点。 啊！林书记被抓。组长，就搜到一张身份证，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。你还有什么？慎2天嘛，急啥了？你就别让他睡觉。 人缺觉啊，意志力就薄弱了。行。组长，聂西这个人油盐不进，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。我说过的吧。我能否申请调任，去干别的渗透工作？哎呀，不像你，这么容易就放弃了。这次不一样。 我怕再继续下去，会被聂西发现端倪。是担心，还是已经发现了？当然是担心了。那好。 先不要主动接触聂西了，免得他怀疑。等我命令行动。
什么事儿啊？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，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。暴露原因不知道，不重要。台工委的安全呢，不用担心啊，我们有应急方案。最大的问题是，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，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，他是其中一环，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啊。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，敌人又看管得很严。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，没办法救出1两同志啊。现在还有警行动要送出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等了，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。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，这是地址，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。报告，请进。对不起，聂长官，文件送晚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今天太忙了，人手不够，黎琴又休假了。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，看，你这样。学成见长，练字呢？姐姐教我练的。真好。练什么字呢？奇怪的奇。这个字好难写。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？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。你买的凤梨就是好，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，金黄金黄的。是吧？吴次长好。陈太太。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。哦，对，陈太太买的凤梨，我做了点凤梨酥。哎呦，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，赶紧尝尝。哦。我上楼了，你好好练。爸爸，你教我写。啊，好。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，来。先从1、2、3、4天下手口练起，笔要立起来，先写个口字。哎，慢点。哎呀，建成啊，这口字写的不错呀。这个笔画少的字啊，运笔要粗一点，这个字就好看了。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。年轻的时候跟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，略知一点皮毛而已。那，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。哦，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。那正好，老师，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。是。等有机会，请陈太太欣赏。别等有机会啊，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的那些宝贝。哎呀，方便吗？那真是三生有幸啊！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宇勋，你赶紧带陈太太上楼看看。请。哎呀，那真是三生有幸，太开心了！谢谢谢谢。你说，吴氏同志，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已经销毁了胶卷。他的下线呢？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，他下线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。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。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？他们的负责人说，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山里面，而且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。他现在是一筹莫展。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，早一天送出去，
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。他们有没有说过，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？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。请进。老师，陈太太，学生在门口听呢。把这个水口给学生送过去，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。明白。学成，师母给你切的凤梨，尝尝。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？我看你在门口听啊，你听见什么了？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。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？哦，师母的朋友，也喜欢书法。我刚进去，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你尝尝，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我陪你聊聊。碧葵，哎，我走了啊，走了，这晚饭快做好了。今天女婿加班，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。哎呀，也不差这一会儿吧，吃完饭再走。真的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要不我让小钱送你？哎，不用，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。那不行，你看天都快黑了，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。老师，学生没听到什么，我都问清楚了。太公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，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。那怎么办啊？那我们得重建交通线啊。是，这需要时间，但情报等不及了。老师，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！怎么救？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。蒋介石大陆失败，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，特务多如牛毛。现在救人，无异于火中取栗。李老板，抱歉，这2天一直都太忙了，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。其实呢，也有别的原因，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，都是硬骨头，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，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，到底我要问些什么。对了。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。笔姓古，稻谷的谷，草字正文。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，惭愧。您林义良，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，可实际上呢，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，没错吧？行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。首先，我想知道啊，2个月前，在台大医院门口，有人劫持我党
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。虽然犯人当场击毙，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？是不知道，还是不想说？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！啊，他叫张浩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老板，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？因为有人在9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，依依不舍呀，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。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，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，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，所以我推测啊，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，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，还不短。这一点和张浩一样，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，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。你看，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甚至连神态都像呢。真的？哪个神态相似？好，你不认识张浩，没关系。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呀，但是我很好奇，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，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？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？是吧？哦，对了，林老板，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，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嘛，对吧？学日语，练剑道，你还有个日本名字，一定有。严格来说，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。不，我是中国人，地地道道的中国人，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。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，只有流回原乡，才能停止沸腾。我也有个问题，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？你肯定有你的理由，只是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，很可惜。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。不长，一点都不长。好，一点都不长。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，那你别忘了，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。根据资料，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？难过了？难过就对了。啊，人呢，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，是吗？不是。我难过的是中国人。顾正文
我纠正你一下，不是咱们，我是中国人。行，我钦佩你的信仰，但是我得提醒你，喊口号是很容易，真要是面对死亡，难得很。更何况进了这儿，想死都没那么简单。好好想想，想清楚。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。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道蟒事赌了一下，确定了，他就是老张的弟弟。没错，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，只有他们兄弟2个知道。老张跟我说过，但是我有点奇怪。是啊，这也太不像古哲文的风格了。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，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，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。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？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。哎，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证实台湾情治机构的消息，你帮我找出来。好。局长，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？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？可以啊，我干的。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。为什么呀？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，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，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。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一良拿下再说吗？来不及，后天建峰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。咱保密局从去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，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，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，逼得我不得不到建峰同志和国防部背书。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，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，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。是这个。这就对上了。一定是面临整合，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，所以才等了吧。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，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。林一良是要救，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吗？这也太奇怪了，会不会有诈？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！我明白你的意思，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林一良必须救，一是因为情报禁忌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2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。老张为我已经付出了生命，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。还有林一良审得怎么样？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？不过，通过与他谈话，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，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，都在这份报告里了。
局长，叶处长这么一搞吧，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义良，我恳请把二处抓住的2个伙计，也交我带回侦防组。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义良一定有帮助。那2个伙计你带不走，只能在局本部审。这个易祥之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？哎，好了，你只要能让林义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，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。是，我先去会会那2个伙计。哼。哎，段厅长，叶副官，吴次长在等您呢。哦，好。哟，次长，您找我呀？快坐，快坐。我呢，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。好，您请说。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，原来还总去斗公馆打麻将，最近也不怎么去了。我问她到底怎么了，她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，啊，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。什么意思呀？我就在想啊，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，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，你回去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？对不起，次长，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，可我真的没想到，她怎么能跑到斗公馆去嚼舌根呢？你说，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？还怕你太太去斗公馆打探情况啊？次长，不，您多想了，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，他们都知道，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，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。说句老实话，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，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，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，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。哎呀，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，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，好回去宽慰她。没事的，快坐，请坐。你看啊，段厅长啊，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！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，总裁负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。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峰同志的关系，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，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。我的意思啊，是想提醒你，段厅长，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。你否则，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。不，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。后天，建峰同志来召见，这个毛器物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，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！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。保密局邀功，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。你看，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，又立功了。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，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。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，二厅也参与了，那也是有功劳的。多谢次长的点拨。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，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。大不了双方共管，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。哎，你这个建议好啊。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、非法羁押人质、收保释金的照片。段厅长，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，这整起同行来，倒是驾轻就熟啊！邱兄，我是在想啊，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峰同志，还是不交呢？